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最近有没有觉得真的是鸟语花香，春天真的来了？所以我现在在上海的崇明地区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这样的漂亮的花花，对不对？觉得不出来踏个青，实在是对不起这个春天。所以今天我会带着我的小菜篮去踏个青，然后顺便附近会有农场，一会儿我会去摘一点菜带回家煮。看那两只睡得好舒服啊！这个写孔雀之家，我读书少，你不要骗我。这些真的是孔雀吗？哎，在这里，这里有孔雀。我觉得这个孔雀应该会很困惑，它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母孔雀。它在啃我的篮子。这是真的指鹿为马。这边就是菜园子，去看看有什么菜。这边是小白菜，最近挺流行的那种。我怎么觉得我踩的不太对啊？这样啊。现在这个季节能采的差不多就是小白菜，还有菠菜、生菜这些了。我去找个工作人员问一下，还有什么别的可采。我突然发现这里有很多蒲公英，哎，可惜开花了，有点老了。如果是嫩的话，其实可以挖出来当菜的。我找找看这附近有没有嫩的。他们都老了吧？他们在哪里呀？没找着，感觉这里可能阳光太好了，蒲公英都要开花了。哦，这些是荠菜，荠菜其实也挺好吃的，但是它们都老了。荠菜花可以煮鸡蛋，你们吃过吗？终于找到了，经工作人员指点，找到了这边有一大片的，应该是比较嫩的蒲公英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吃的了。把这个根儿弄一下，哦，这样子，好多呀，这么多，我要全挖走吗？反正这蒲公英要是不吃的话，应该最后就会长成野草了，还是帮它们都挖掉吧。这个蒲公英它要连根一起挖比较好，然后，里头可能会混一些荠菜，要给它挑出去。看看这个丰收的画面，我感觉这一篮应该够我做好几个菜了。丰收的喜讯到处传，家家户户喜洋洋，喜洋洋。昨天采的蒲公英，看，总共有这么多，一顿肯定是吃不了的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用几种做法把它们都处理掉。有的是现在就可以吃的，有的可以保存起来。这个蒲公英呢，我们都是现挖的，所以还挺脏的，要处理一下。像它的这个根呢，一般上面很多泥土，所以我就会直接剪掉。然后叶子呢，里头的泥沙一会儿需要用水去浸泡。其实如果它比较老的话，这个根呢是可以单独拿出来吃的，
但现在比较嫩，这个根就先扔掉吧。洗好的叶子水灵灵的，简单的做个小菜，炝拌蒲公英吧。烧好水，加点盐，汆个10秒钟就捞出来，过一下冰水，沥干，放上盐、糖、生抽、醋、干辣椒丝、蒜蓉，泼2勺烧得热热的油，这就是炝，能把简单调料的香味全部激发出来。蒲公英有一点苦苦的，但吃起来会格外清爽。我很爱在春夏吃罗勒做的青酱，其实用蒲公英也可以。叶子的水分擦干，随便切一切，放入料理机。炒过的松子仁、蒜头和帕玛森干酪、橄榄油、盐一起打碎。一揭开盖子，就能闻到略带辛辣感的清爽香味儿。煮好的意面浇上2勺，再擦一点帕玛森干酪碎，就是简单而美好的一顿早午餐。150克蒲公英可以做出1小罐青酱，表面再淋一点橄榄油封住，可以在冰箱里保存1到2周。如果时间足够，再包点蒲公英饺子吧。和炝拌一样，先汆水，过冷水后挤干水分，切碎。2大勺油，1大勺花椒，小火熬一点花椒油。猪肉糜加盐、糖、生抽、葱花、姜泥，切碎碎的猪油渣，使劲搅拌。蒲公英碎先拌上花椒油，这样不会出水。再拌入肉馅儿，擀饺子皮，包成饺子。可以冷冻了慢慢吃。蒲公英饺子蘸点醋，几乎没有苦味，是充满了清爽感的夏日限定饺子。最后还剩下这么点蒲公英，炒成茶吧，也是可以存起来慢慢喝。切碎，水开后上蒸笼蒸2分钟。制茶也有类似步骤，叫杀青，能让叶片翠绿的颜色得以保存。在干净的锅里，小火慢慢炒，用筷子挑起来，帮助散发水分，一直炒到干干的。据说炒茶的老师傅都是用手直接下锅炒，确实比筷子好用。最后可以炒出这样1小罐蒲公英茶。热水沏上，叶片果然还能还原成翠绿的，茶汤也很清澈。蒲公英茶比我想象的要好喝哎，它有一点类似绿茶和大麦茶混合的香味儿，然后一点微微的苦味儿，不是特别苦的那种。哎，我在路边又看到一颗这小小的，好像是蒲公英吧，但是它为什么跟我采的完全长得不一样啊？我有点困惑了。这应该是吧？所以到底有几种蒲公英啊？但你看这个，它花蕊上有很多小花。那它难道就是普通的小野菊花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要呼叫园丁小贩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